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两会内望，政协开幕，报告不提一国两制，然后是香港被踢出经济自由榜单，然后就是这个缅甸最血腥的一天啊。那么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主要还是讲两会啊。那么两会今天是正式开幕啊，那么全国政协3月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政协主席汪洋在开幕上发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那么作为这个中共最核心的统战平台啊，中共有2个核心的统战平台，一个核心的统战平台是统战部，另外一个核心统战平台是政协啊。那么政协在外面统战部在后面，统战部管政协。那么基本上统战部一个管政协，一个是管民主党派啊。那么今年的这个汪洋的工作报告呢，就跟去年差不多啊。其实这些年政协的这个重要性已经大大的下降啊。大大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原来政协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团结海外的力量，甚至团结国内的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些力量啊。那么这些力量甚至可以帮助招商引资啊。那么这些年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国力开始上升，国力上升，它需要有些东西就自动往身上贴了啊，就政协就工作的需求没那么大了。所以它的地位在下降，所以你看这个汪洋的报告也相对很短啊，越来越短。那么涉及到这个港澳部分呢，就一笔带过啊，一笔带过。当然呢，以前在政协的报告，不管他提港澳提的那么多短多简单，有2件事他一定会说啊。第一个，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啊，治港方针啊，这是不会漏掉。第二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啊，这其实是香港整体的表述，就是一国两制，然后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啊。那么今年当然就没有了，去年开始就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去年还提一国两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呢，一国两制都不提了。因为一国两制就在报告中没有看到了。那么这说明什么？那你可以预期明天这个人大开幕，预期这个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也没有一国两制了啊，也应该是这样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正式的放弃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啊。一国两制是基本国策，什么国策？就是一方面，这是这个治港治澳的方针，就是一国两制。同时习近平把一国两制包装成台湾方案啊，就是说你看一国两制不挺好吗？那现在香港变成这个样子，台湾方案也就没有了。那么从这件事情你可以再次说明啊，中国放弃了这个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那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就不复存在啊。那现在取代的是什么？取代的是爱国者治港啊！爱国者治港，这个在后面今年人大会修改一个选举制度啊，它叫这个，等一下我念给大家听啊，就是说人大会通过一个制度，体现什么呢？爱国者治港。什么叫爱国者治港？就是把爱国者作为放到这个香港的选举制度里面去，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香港的民主派给剔出去。也就是说，香港要实行一个新式的独裁啊。那么明天开的人大会议啊，就会提出一个什么东西呢？提出一个，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呢，就会把那个爱国者作为一个标准啊，就限制啊，就因为爱国者是这个标准呢没有标准，那谁标准？我来定标准。那么你们全部都不是爱国者，那就不能参加香港的选举，也不能被选举，那就限制这个香港的民主派参与香港的政治活动啊。所以实际上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当初泛民上来就提出总辞是正确的啊，留在这个议会里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其实从一开始中共就已经很清楚他要干什么，就是把泛民全部赶走，留下全部自己的人。这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其实就在两会上就在发生啊，一样的。那么按照惯例啊，那么今天晚上啊，这个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和这个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一个政协副主席，今天晚上就会见香港的港区政协委员，那么说明这个修改这个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啊，为什么会这么预判呢？因为之前港版国安法就这么干的啊，这一模一样啊，没有任何区别啊。目的是什么？把风声放出去，减低这件事情等它发生的时候对香港社会的冲击啊。那么我还是那句话，港版国安法启动了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啊，这件事情回不去的了。中共上来一做，就是会做到底。做到底是什么？就是把香港变成一个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的城市，他完全能够控制，他要的就是全部控制啊。那么这是我们看看后果是什么啊？那么人大政协这国药集团的董事长于清明啊，那在会上说呢，他是人大代表啊，他说今年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接种了这个国药集团的灭活疫苗啊，然后体现了对国药疫苗的高度信任啊。那么然后他说这个国药集团的疫苗保护效率达到 86% 啊，今年会扩产正在扩充产能啊，未来将会达到30亿啊，30亿。他说他们集团的这个内部的4个级别的党政负责人以身试药效果很好大概是说这样的事情。那现在的问题是给政协委员打了，给人大代表打了，那两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打呢？那么采访的记者有没有打呢？不知道网友有没有消息，有消息来说一声好吗？那么今天上午呢，政协人大是开记者会，通报人大今年怎么开啊？人大的内容其实大体上都知道啊。那么主要还是会期7天，那么政协是6天。正常的情况是什么？正常的情况是人大通常是15到20天啊，长的会有20天，短的呢一般就15天啊。那么这2年通常是15天啊，那么政协通常是10天啊。当然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人大政协这个决策平台越来越他的很多决策不在这个平台上讨论，所以呢他会期就变得相对比较短。我当记者的时候呢，会期通常有3周20天时间啊。那个时候议程就非常的满，那么现在议程就少一点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那么今年呢开这人大会议10个议程啊，政府工作报告，然后是“十四五”规划，然后是这个发改委的这个发展计划，然后是预算，
然后是这个今年会修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议事规则，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事规则，这两个都修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念过的港区香港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啊，那么就是前面加一个前置条件，就是你必须是爱国者啊。那么大家记住，独裁政权都很喜欢拿爱国者、爱国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啊，爱国者作为一个政治工具来进行政治操作啊，政治操弄啊，独裁者或者独裁政权非常喜欢用这个工具啊，希特勒用过，毛泽东也用过，斯大林也用过啊。然后第8就是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第9法院报告，第10检察院报告，那大概是这样。那这次会期缩短，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跟疫情有关。不过呢，这件事情如果国药集团讲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打了疫苗，理论上来说，疫情这件事情对两会的影响不应该那么大啊，会有一定的影响。你保持社交距离啊，开会的时候戴口罩啊，等等都可以采取措施啊。而且你打了疫苗的话，理论上来说也是安全的。那么为什么还缩短到这么短？一个是6天，一个是7天。我觉得2个月，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就是形势不好啊，通常是这样，当形势一不好的时候就不开会啊，这个是习近平的做法，就是形势不好，这个会不好开，不好开怎么办？就不开。但是人大政协不能不开，不能不开怎么办？开短一点，因为你形势不好，我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讲。地方政府就会哭穷啊，哭穷的话，你有些大好形势喊不出来，这个会开的这会议气氛没那么好，那领导开的不高兴，那何必呢？你开时间开短一点啊，我觉得大概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那么就别议那么多了，因为形势不好，你议论的越多，越无法达成一致，那怎么办？开短一点，直接投票。就这样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啊。那么我会选几个议案啊，选几个政协议案，因为人大还没开，我就不说人大的。政协有几个议案，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议案很多啊，政协委员1000多人，那么这1000多人呢，很多人都会提各种各样的议案，它其实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个议案就是教育界民进跟93学社都是教育和知识分子这个派别的啊。那么民进副主席朱永新啊就提出个议案，就关注这个青少年自杀，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疫情期间，上海、深圳、江苏啊不断的发生这个青少年自杀的事情。那背后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学业压力很大。那么朱永新说，他说这个去年疫情期间和复学之后啊，开学之后，全国有很多地方，尤其是1线城市，出现了中小学生自杀率大幅上升的情况，青少年厌学、自我伤害呈恶化的趋势啊。他这么说，他说一方面呢，中小学生的作业多，休息时间得不到保证，那么学校呢就抓升学率、抓科目，考试过多、排名过多，导致这个学业压力倍增啊。他说这是一个内卷效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父母呢很焦虑担心这个失去这个学习和这个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机会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校外辅导机构。还有一些自媒体啊，包括我，包括我了，我也是自媒体了啊。商业宣传助推，加大整个社会的焦虑啊。然后呢，这个我看到媒体采访一个福
福州一个公立学校的初三老师，他在媒体说，他说那个疫情上网课的时候，他自己经历啊，他所了解的邻居、学校身边学生自杀的案件就有5、6起，他自己了解，以小学、初中低龄儿童为主啊。那么他是这么看，他说一方面呢，疫情期间是通过手机布置作业啊，那么这个家长呢就比较难以监管啊，所以学业引发的这个亲子关系恶化，增加了这个自杀的风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返校后成绩波动对一些孩子的冲击很大啊。那么朱永新提出来，他说要建立这个学生心理健康管理体系等等，配备这个心理咨询、心理老师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加强基础教育的改革，舒缓这个学校这个社会的这个焦虑啊。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案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原因在哪里？原因并不完全是学校的问题，也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就是中国整个社会是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那么你学校会偏离这个焦虑状态吗？离开成为一个净土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中国整个社会弥漫的这种焦虑状态，是中国教育现在的一个大背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一定要理解优质的教育资源永远是少数。你比如说北大清华就2所，如果你北大清华开100所的话，北大清华里面还会出现北大清华的北大清华。所以优质的教育资源永远是少数。你要获得优势的竞争优势的话，你一定是在获得优势的教育资源的时候，你才能获得优势。所以这个竞争跟学校多少没有关系，跟这个升学率也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社会竞争度有关系。那么这个社会竞争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上升通道越来越窄。当上升通道越来越窄的时候，大家竞争度就高了，那很多东西就变成了一个理由。如果有这个理由的话，其实下面所有做的东西都是解决上面的这个竞争度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没有解决。我昨天看到一个教育部出了一个什么鬼呢？教育部出了一个，我在这里顺便再讲一遍教育部出了一个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那么这是第一个对中小学生实行惩戒，合法进行惩戒。那么这个惩戒它是怎么定义呢？他说，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的学生进行管理、训导，并以规定的方式以矫正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他说这就叫这个教育惩戒那么它是学校教师行使教育权那么管理权、评价权的具体方式这件事情很荒谬非常荒谬。他说怎么样可以惩戒有6个条件那么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管理、不服从教育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扰乱课堂秩序那你看一下，扰乱课堂秩序可以惩戒的了比这个天津女教师骂学生那太 low 了，直接可以惩戒了现在那么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学秩序的然后是第3个是吸烟饮酒，严刑失范，违反学生守则。
第四，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第五，打骂同学、老师、欺凌同学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第六，违反校规校纪。6个你就可以惩戒。怎么惩戒啊？念给大家听。点名批评啊，这我们以前面对的现在都可以叫什么合理合法的干了啊。第二，责令赔礼道歉，口头或者书面检查啊。第三，适当的增加额外教学啊，就记住超1万遍，这就已经可以的了啊，已经合法的，或者是班级公益服务任务啊，就扫地扫厕所啊，罚你扫地扫厕所都是可以的啊。然后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就是罚站。罚一站，罚就是你不能坐的，在那站着，在这个黑板前面站着。第五，课堂教导，去老师办公室啊。第六，学校规校纪班规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的适当措施，那就后面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啊，啥都行。其他一上其他就是什么都可以的了啊。那么情节严重的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然后还可以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就是扫公共厕所了，扫这个操场都可以的。然后安排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行为规则教育学习班，办学习班，暂停限制学生参加游览、校外集体活动啊，其他外出集体活动啊，这就是不让参加活动的了。第五其他适当措施啊，这就教育部最新出来的一个惩戒学生。你想一下，一个学校如果他可以出惩戒学生的措施，说明什么？说明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回到封建时代用戒尺打手板的这个时代了啊。就是我之前讲到中国的教育的问题的时候，我说过去40年、过去70年，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国在教育领域没有1寸的进步，反而不断的在后退，不断的加强洗脑，不断加强政治化，不断的在教育技术领域往回走回头路，这就是实证啊，这就是实证。我讲到这里我就插一句啊，青少年自杀这是一个涂光绍是原来中投的总经理啊，中投是主权投资机构啊。然后还有一个江阳是证监会的原来的副主席，现在都是政协委员。他们提出一点啊，我比较关注，他说尽快的推出人民币汇率期货。人民币汇率期货其实就是一个对冲工具啊。现在他的理由是，现在外资进入中国啊，他没有办法对冲他的汇率风险，他怎么办呢？他就在香港对冲。它是香港，所以香港呢现在对冲这个市场，这个交易量很高，因为资金进入中国的时候都要做汇率对冲。什么叫汇率对冲？就是我拿着$100去投资这个，我假设中国的国债年利率2%啊，那么比美国现在是0啊，那怎么办？我有2厘，我只要拿着美金换成人民币。买了中国的国债，我就1年有2厘利息，2厘利息中间除了这个汇率风险以外，其他就没有风险。那怎么办？我就拿出一笔钱来，去外汇市场对冲汇率风险。什么叫对冲汇率风险？我就抛空人民币啊，就万一人民币跌下来的时候，我在这个部分不就挣了钱了吗？那我前面的赔的钱就能找回来，就等于就是无风险。那么和两厘利息，只要我的这个对冲成本低于2厘，低于2%，只要1厘啊，我只要1厘，那我还能挣1厘。这1厘是什么？
无风险获利啊，这就叫无风险获利。那中国没有人民币这个汇率期货，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出一个人民币汇率期货？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人民币要是有汇率期货，意味着什么？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自由浮动的话，汇率自由浮动意味着什么？资本项目就可以开放。所以其实这两位，一个是证监会副主席，一个是中投的总经理，这点金融常识都没有，还提个这样的议案，非常搞笑。如果你要推出，如果中国外汇交易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币汇率期货，那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第二次汇改就发生了啊，那么人民币就会自由兑换。那搞什么数字货币？人民币只要自由兑换就行了，就开放了。那会不会出现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那可能人民币对美金可能一天之内由1比6点几变成了1比16点几，或者1比26点几都有可能。为什么？很多钱往外跑啊，那你就这个外汇管制的这道闸门就要打开了，打开那你想跑的钱你就管不住的了啊。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中国的这个最高级别的金融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就是这样的水平啊。周鸿祎大家知道是谁吗？360的老板。我讲他这3个提案，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啊，政协委员是怎么提案的。他提了3个提案，一个是什么？构建智慧城市安全基座啊，就是城市级网络安全基础设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加强智能汽车网络安全。第三个，对网络安全行业特殊人才给予认定和激励政策。他360是做网安的啊，那么他提3个对他都有帮助的议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一般政协委员提出来的议案，要么就跟他的行业有关，让他的行业得益，要么呢就是跟他的研究有关，这个叫什么？比如说我是教育工作者，我就讲教育领域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东西。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也是跟香港有关。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共同举办的这个年度全球经济自由指数，今年直接把香港从排行榜除名啊，这对香港打击很大啊。全球经济自由指数是从1995年创立的，那么香港连续25年排第一啊，一直是在这个新加坡前，新加坡一直是排第二，千年老二。那么去年呢，香港就变成了老二啊，老二是，那么当时这个传统基金会就说，特区政府2019年修改这个逃犯条例啊，就是送中条例，威胁司法独立，持续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削弱香港的这个声誉，所以就把香港从第一排到第二啊。那么今年直接把这个排行榜从第二拿走，踢出去，没有排行榜。那么昨天这个香港这个传统基金会的创办人佛纳，他就在这个华尔街日报上写说这个解释这个今年香港除名的安排。他说，编辑部认为香港不再享有过去的那样的司法独立，也不能够把握自己的经济自主，所以他根本没有资格排名。还有谁没有资格排名的？还有澳门啊。那么佛纳说，他说香港曾经是自由的灯塔，开放程度近乎梦幻啊。那么也是西方价值在亚洲的桥头堡。他认为过去2年，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权已经丧失，令这个城市在很多方面与上海和北京等中国主要的商业中心没有什么区别。他说，香港糅合了中西价值观，
而且同时和中国和英国保持联系，是香港主要繁荣的原因。那么他曾经参加过这个香港的这个主权移交仪式，他说当年对香港变成一个中国的中心城市的忧虑已经成为现实。那么今年的这个排行榜是这样：新加坡 89.4 分排第一，新西兰 83.9 排第二，澳洲 82.4 排第三，美国排第20，台湾排第六台湾排第六 78.6 分台湾还是很高的中国排107。那么香港官员呢一直呢很重视这个传统基金会这个发表的这个全球经济自由指数的排行榜，那么经常以这个香港这个高居榜首作为这个炫耀香港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的一个资本。那么现在这资本没有了那么香港今天继续审47名香港的民主派议员参加这个民主派的初选参加民主派的初选被香港警方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天是第4天在这个西九龙法院上庭连续第4天因为有很多的人47个人。那么这47个人已经连续扣押了5天4夜那么连续41个小时马拉松式的聆讯。那么而且现在处理他们这个保释申请。那么国安法指定的法官现在法官是可以指定的。这个裁判官是谁呢？苏慧德听各个被告的这个保释陈词，批准15人保释。但是呢，律政司呢马上就提出复核，一提出复核呢就不能放，还得关着，所以他们还要一直要关到5月31号那么已经关了多少天呢？已经关了第4天已经关第4天。那么香港居民继续去法院支持他们那么场景非常的感人这个案例这个审判呢实际上是宣布香港已经不再具有，我们讲香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条件是什么？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条件就是司法独立，用普通法，然后司法独立香港的司法系统非常的优秀。那么民主派进行初选会颠覆中国的政权，这非常搞笑因为在西方民主国家初选这个总统选举，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会进行初选一定会进行初选，否则我怎么派代表出来呢？那么香港的民主派也进行初选，就变成颠覆国家政权，这超出了很多人的常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把香港的当然他做这个动作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把他们抓起来。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件事情继续在发生，中共在香港用港版国安法去把香港的这个现有的社会的各个基石逐一摧毁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我还要讲完，就是缅甸缅甸3月3号开枪，联合国特使就说缅甸3月3号这个缅甸军政府向示威的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造成了38人死亡。这个联合国特使指这个3月3号是缅甸开始抗议以来最血腥的一天那么但是尽管他们继续在开枪，缅甸的民众继续抗议各地继续在抗议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就把
我就不再展开了讲，因为时间不够了。那么毫无疑问，缅甸的局势现在处于一个焦灼状态。两件事情，第一个，缅甸的民众继续抗议啊；第二个，缅甸的军政府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对缅甸的民众开枪镇压啊。那么这种开枪镇压其实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严峻。第三个，西方国家仍然在观望，守口惠而实不至啊。这个情况，缅甸发生在缅甸的事情和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样啊，所以这和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也基本上是一样。那么这三件事情的关联在哪里？这三件事情关联就是一个中共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啊，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联。发生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反这个国安法运动，发生在天安门6·4事件啊，发生在缅甸的这个抗议这个军政府的政变啊，这三件事情的共性是什么？就是中共啊，中共是背后的共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特别提醒一下，订阅免费不用钱好吧 ？OK， 我们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么我未来一段时间，我都会持续关注这个两会的进程好吗？明谢 Frankie 谢谢 Frankie， 谢谢谢谢王老师分析香港局势辛苦了，请喝杯咖啡，谢谢情况，现在国内的中小学有补偿课有偿补课、乱买教辅资料的现象很多。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或者诱导学生去指定教育机构补课，上课不讲，课后补课，不去补课会被区别对待，所以被迫补课。有偿补课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这就是过去我印象中是10年前吧，教改的内容以前呢，中国的教育模式是什么？上课上来就把主要的几个知识点讲完，然后就是给大家训练练习，大量的练习。中国的老师有一个经常用的这个词语叫扎实。什么叫扎实？就是你掌握的知识点要掌握扎实。怎么扎实呢？就大量的训练，大量的练习这就是中国的教育模式。那么上一次的教改的内容是什么？上课不再讲这个知识点了就让大家自己去学自己学。那这个自己学的效果怎么样？效果当然不好，于是就出现了补课，这就是变成了一个配套措施，就是上课不再去把所有的知识点，老师把所有的知识点在课堂上讲完，那就是让大家预习，然后让大家后面的练习中间就不讲了。现在的情形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这个情形其实是叫什么？邯郸学步邯郸学步。中国在教育技术层面没有1寸的进步中国研究来研究去都是教育观念，可是那些教育观念又不搭调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又不会走了，又不会跑了只会爬，剩下就是爬的。观点有偿补课，指定书店购买教辅材料，是国内教育的一大特色。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老师已经没有心思上课了老师没有心思上课，所有的一切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老师。大家记住，学生面对就一个人，就是老师。老师身上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所有的教育，所有的一切在老师身上发生。所以其实中国要把教育的问题解决好，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老师的问题
不解决老师的问题，教育问题是解决不了。那么老师有3个问题，3件事情会发生在老师身上。第一个，教育体系，你整个教育体系是通过老师来实现的，你不解决这个教育体系的问题，那你其实，如果你还是回到孔夫子时代一样，用打手心的办法来让学生服从，其实核心的问题，刚才那个我念的那个惩戒的目的是什么？惩戒的目的就是服从，他整个目标就是要让学生服从，不服从呢，这跟那个天津老师骂学生是没有区别的。中国的老师核心的问题，核心的教学方式就是一个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好的差的都是一样，让学生服从。如果你的教育理念、教育体系都是让学生服从的，那学生会变成什么？学生就是个垃圾桶，装垃圾了，不断的往里面倒进去，不会喷出来就行。所以这是第一个教育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教育技术的问题。你连学生怎么样，学生会跟随你一起的技术都不掌握，只有惩戒的技术才能让孩子服从跟随，说明的是教育技术水平太差了，对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vision， 教师如果没有 vision， 没有爱心，没有理想，这件事情是不能干的。我都经常讲，教育和谁很像？教育和记者很像，都是跟人的灵魂打交道都是解决意识形态的问题。这种人是需要高度热忱，是要有理想。我说新闻理想，你如果记者你没有新闻理想的话，你基本上不用去当记者。为什么？又辛苦又危险，工资还低。你没有新闻理想，你怎么可能干这种职业？教师其实是一样，也是很辛苦，也是工资不高，也是什么？也是就是需要很高的技能。你没有教育理想，你怎么能当教师呢？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刚才讲的这3样东西都是一塌糊涂，他怎么会？你的学生在这个老师，这个学校脑子里全部都是什么？一个字：钱。那你的课堂会是什么？情况，我儿子在国内读到小学3年级，小学生在学校要军训，要出早操，课间休息不准出教室。今天说的训诫，我儿子都参与过，因为太调皮了。还不是调皮的问题啊。就说父母一说孩子太调皮，其实讲的是什么？这就是中国人的教育观念。中国教育的目的80%是什么？80%是让孩子服从，服从了你才能学得好。中国人认为你只有服从，你才能完成教育行为、教学行为或者学习行为。这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是不对。观点惩戒也算管理班级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国内的学校大班制，教师管理压力较大，对于不遵守纪律的孩子，授予教师惩戒权，能短平快地安抚教师负面情绪。但是侧面也看出，教育资源投入不足，无法实施小班化和多班主任制度。2、家长与孩子教育时间不足，既和家长工作时间长有关，也和家长受教育水平有关。我就讲过我还是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层面，地板以下地板以下。你看看其他国家有惩戒孩子吗？你看惩戒孩子疯了都，真的是疯了。不用上课了吗？其他的学校的孩子就不用上课了，不惩戒就没办法管。这是对教育的一种抹杀。教育是什么如果把教育已经退化成戒尺的话，那是一个耻辱嘛，是不是？观点关于教育，只要升学的小考、中考、高考，
依考定终身的制度不变，快乐教育就没有出头之日。除非升学的指挥棒变成音乐、美术、手工、科创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国内而言。不对，没有快乐教育，也没有依考。那你其他国家也是依考定终身啊。你去美国考试不是一样要考试吗？所以这个其实没有区别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最重要的还是观念的问题啊。那你就说大家知道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教育目标首先要搞清楚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教育的目标还是发展，孩子的发展。那么发展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学业，学业也是要发展，不发展怎么行？那你去上学干什么？所以如果你说我叫快乐教学、快乐教育，我就干点别的也行啊。你这问题是你能不能接受呢？你不可能说我高高兴兴的把事办了，我还办成一个这个精英分子，那怎么可能？你要变成精英，你就付出代价，付出努力，你得自己愿意。核心的问题是孩子愿不愿意，你有没有跟他建立愿景？他有愿景，他就自己就愿意啊。他没有愿景，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件教育这件事情回到最基本、最基础的问题啊。观点：教师的职能就是传递知识，用心教，用专业能力去教。正常心智的孩子本身拥有探索和学习的内在动力，老师负责教，学生负责学，责任很明确。学生学习和表现的好坏，怎么可以成为老师拥有管理和惩戒学生权利的理由？惩戒已经很 low 了嘛。观点：其实很多老师已经迫不得已，虽然在体制内，但福利并不好，每月3、4千的工资，早出晚归，车房孩子处处花钱，不自己私下挣点，根本没法活。这个理由成立吗？这个理由不成立。不私下挣点钱没法活，你要有房子又有车子，那没法活吗？观点：学校教育只占学生教育的1/3，还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中共管制后面两者的功能，独重学校知识教育，洗脑，造成强烈的偏差。情况翻看周边国家的历史，发现中国历史中随处都是撒谎的痕迹。最近在恶补英语，准备去考雅思，反过去一学，真的发现中国体制内的英语教育就是一堆垃圾。OK， 观点：教育本身就是门学科，国内的家长、教师总用惩戒这种简单的方式，还以为理所当然，太荒谬了。OK， 情况：我一个朋友负责国药和科兴疫苗生产线的安全验收，2个生产线到现在都没有通过验收，居然都生产了那么多的疫苗，情况可想而知。OK， 大家知道了啊。观点：缅甸现在就是共产党长期在缅北勾结盗取天然资源，现在拿来操作撕裂，转移国际反共焦点。OK， 情绪：香港这个紫砂茶壶上面的百年茶渍终于要被洗去，剩下的只是一堆瓦片，剩下来的几年情况会更恶劣。中共会加大力度，把香港所有的制度完全摧毁，而外资更加快速的离开，最后这个破败成南深圳被并入广东省，那是不可能的啊。提问：目前台湾因为掌握晶片制造，在国际贸易与地缘政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因此美国要求台积电赴美设厂。如果美中要长期对峙，随着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建起来，让美国不再那么依赖台湾供应链，会不会又让台湾战略重要性下降，进而被出卖？身为台湾人，势必选择民主阵营，但看到西方对香港和缅甸民众口惠而实不至，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你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呢，我不知道怎么答你啊。
台积电去美国开厂，这个厂子还是台积电的，对吗？你要把台湾人得罪了，那台积电也被得罪了，理论上是这个道理嘛？你说呢？所以台湾掌握的是整个供应链里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美国希望这个供应链回到美国啊，但是减轻对台湾的供应链的依赖，但是它并不能减轻对台厂的依赖，大家理解吗？所以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且没那么容易的，形势还会发展，还有其他的领域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东西，这种推理呢，是个单线性的啊，就是单线性。但是我们事情发展不是单线的，是很多线同时在进行，所以这个局势会比你想的那么复杂的多，没那么简单啊。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定位不仅仅是因为芯片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你想一下，如果没有了台湾，第一岛链就不存在了。那么第二岛链直接就到了关岛了，你想想是什么情况？所以对美国来说，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问：最近读政治秩序的起源，发现以前学的历史全是错的。所谓封建社会是采邑和属城的政治关系，即亲戚管理的社会政体。从秦朝后，中国才进入国家这个政体，即中央集权，用人格化官僚管理机构管理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这么经历，并且在最后的变化到民主政治。请问王舍这个理解对吗？中国把这个秦朝以后说成是封建社会，其实肯定是不对的。封建社会，大家刚才这个网友说，这封建社会是采邑和属城啊，就是说把我的儿子放到云南去，封成云南王，你帮我去守住云南。这个儿子去这个东北王，守住东北，采邑啊，这个东北整个地方就是你的采邑，这就叫封建。封建什么？分封嘛。秦朝之后，其实中国已经实现郡县制，郡县制就是直接向所有的郡县向中央政府负责，所以那怎么还能叫封建社会呢？所以中国的这个封建社会本身的定位就不正确。中国早就已经在秦朝已经进入郡县制，郡县制就不是封建，所以中国的这个对历史的这个描述乱七八糟。他不能自洽啊。观点王先生说的对，教育是要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技巧，惩戒或者是威权主义的那一套其实就是无能，是对教育的侮辱，非常正确。用惩戒来解决你的技术问题，那实际上是无能，就是个无能啊。当然，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教育，当今中国的教育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让孩子服从，或者让孩子跟随。你连孩子跟随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还谈得上什么教育，对吗？那你就剩下的什么？剩下的惩戒了，用棍子来解决教育的问题，这不可笑吗？明谢 Patrick 长，谢谢黄增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